Hola amigo 们，我是小潘，我们回来了。我跟小丁刚刚完成了880天从上海一直来到世界尽头的城市乌斯怀亚的人生小目标，真的很开心。我们终于到达世界尽头了，好开心，好激动啊！是的，超级激动。哇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可以到达的最远的地方。现在呢，我们回到了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旅居，所以会开始稳步更新我们的旅居视频了。不过在那之前，我特别想跟大家聊一聊，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停更这么久。在过去几个月在拉美旅居过数字游民生活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又遇到了哪一些挑战和困难？回顾过去2个月，我们的停更其实是逐步发生的。1月1号，我们落地了秘鲁的亚马逊地区，特别的兴奋，因为亚马逊雨林一直是一个我们梦寐以求的地方。去之前，我们就联系到了一个雨林当中的社区，想要在那边体验生活一段时间，也想要继续保持我们的工作和视频更新。但是落地之后，我们才发现一切没有那么简单。亚马逊雨林真的是我们住过的最艰难、最具有挑战的生存环境，没有之一。因为那时候是雨季，所以那边蚊子特别多，而且又湿又热。去了之后，我们2个人就发了湿疹。然后那个社区呢，因为要追求一种远离城市、亲近自然的生活方式，所以那边连基本的水电煤基本设施都没有，只有一块太阳能充电板给社区里所有人的手机充电。但对于我们来说是远远都不够的。其实去之前，我是有专门问过那个管理员小姐姐那边有没有网络。他回答我说是有的，而且他在远程工作，所以我才放心了。但去了之后，我才知道他指的是手机的4G 网络。所以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说，我们既要去完成自己手头的工作，然后我们要拍视频、剪视频，然后还要去适应那边恶劣的生存环境。而且因为是一个社区嘛，它不是酒店，其实它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共建这个社区，所以每一天呢，我们都要在这个社区里投入一定的时间进行服务。其实我们是很想全身心投入去体验这里的社区生活的，因为我觉得那里的人都特别好，文化也很特别，而且亚马逊雨林也不是说来就能来的。但是奈何那个时候我们2个人就是都有工作，而且都是有固定的交付日期，不能够去推掉，不能暂停的。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压力特别大。在尝试了几天之后，我们就发现真的不可能在那边再继续这样工作生活下去，所以我们只能够提前离开了。说实话，那时候心里是很失望的，而且也会去质疑，就是边工作边旅行这种生活方式到底有什么好的？好像也不能好好工作，也不能好好旅行。在亚马逊地区，其实我们还没有想着要断更，只是想着可能会更新的慢一点。我们的下一站呢是秘鲁的首都利马，我们的计划是在那边过渡1个星期，准备来阿根廷的机票和签证。但是没想到又一重重击来了，在我们抵达利马的第3天，我们2个人就都生病了。昨天我还在数字游民脸书小组里看到有人发帖说，作为数字游民在海外生病的时候，就是最脆弱、最孤单的时候，因为语言不通，医疗体系也不太了解，然后在那边也没有任何的亲朋好友。当然我们生病的时候2个人还可以互相陪伴，但生病的这种生理上的不适也加剧了我们心理上的一些压力。而且那个时候还是国内的春节假期，这应该是我们过得最惨的一个春节假期了。等我们身体恢复的差不多了，是到了2月初，我们就买了来阿根廷的机票。那个时候我们也互相去交流了一下各自的状态，相当于我们就是度过了一个低谷期吧。在亚马逊雨林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身心俱疲，然后在利马我们又生病了，所以我们2个人都决定我们应该给自己放一个假。所以我们就决定来到阿根廷之后，我们就先旅行不工作，等到旅行结束之后我们再重新开始更新。听到这里，你觉得我们停更的理由还算合理吗？觉得合理的请扣1，不合理的请扣2。总结来说，像我们这样的游牧生活，其实一直都充满了各种不稳定的因素，不管是本地的环境也好，还是自己的身体条件也好，都可能发生一些变化。只不过过去2个月它发生的真的有点频繁，所以就让我们有点招架不住。不过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了，所以在接下来我们会给大家更新我们过去2个月的一些旅行的 vlog， 然后同时呢也会给大家分享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旅居生活。也有小伙伴问，那我们现在已经结束旅行了吗？我们要回国了吗？在之后的视频里也会一并给大家分享。特别感谢你看到现在，我们是游牧夫妻，下个视频见。